这个男人洗完澡，正准备找个妹子坦诚相见聊上一宿，可他刚躺进被窝，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。只见他掀开被子，一具被塑料袋包裹的尸体出现在他面前。尸体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大背头。男人脸色大变，下一秒就有个女孩拿着狗链将男人勒晕过去，并将他伪装成一个变态杀人犯。但当警方到达现场时，男人已经消失在茫茫黑夜中。男人名叫基范，15年前他就涉嫌7条人命的连环杀人案，可却因证据不足，他只被判了15年。现场受害家属哭得撕心裂肺，只有刑警大英冲上前将基范胖揍一番，并放出狠话，早晚再把他送进去。现场一片哗然，在这人群中只有一个小女孩，不哭不闹，但眼神里充满愤怒与无助。女孩名叫西珠，是刑警班长的女儿。3个月前，班长值班回家途中与基范擦肩而过，但在相遇的那一刹那，基范在班长脖子划了一刀，班长来不及反应，他居然没有报警，捂着脖子挣扎着回家见女儿最后一面，因为他答应女儿要一起过生日。等第2天一早，大英带着蛋糕来找班长家，却只看到西珠抱着早已冰冷的班长一起过着生日。西珠面无表情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15年后，杀人魔基范刑满释放，大英守在监狱外，对着基范放狠话，早晚再将他送到这来。而西珠也长大成人，他心地善良，常在警队里做义工。他也热爱音乐，常幻想着自己站在舞台上拉小提琴，偶尔坐在房顶看着改嫁的妈妈。父亲死了，母亲改嫁，好在警局的叔叔们都将他视为珍宝，每到他们发工资时，都会预留一部分给他。在大家眼里，西珠是温柔可爱的乖乖女，但谁都猜不到，这都是他的伪装。这15年来，他都在为复仇准备着。现在基范出狱，他的机会也来了。这个晚上，刚出狱，基范就来到酒店，叫了个妹子，想来个比翼双飞。等妹子完事出来后，坐到皮条客的车，嘴上骂骂咧咧，抱怨今晚遇到了一个变态。这时，皮条客下车方便，并遇上大背头，两人并排着嘘嘘。但皮条客一个转身，不小心滋到大背头鞋上，没想到大背头二话不说，对着皮条客破口大骂，拿出小刀结果了皮条客。大背头随即坐到了皮条客后座上，随手也让妹子下线了，一连2命，看样子又是一个变态杀人魔。这一幕被躲在后面的西珠看在眼里，但他没有报警。基范刚出狱就出现2起命案，大英就将矛头对准他，但通过调查取证，他并没有犯罪时间，大英只好放人。这晚，西珠看到妈妈为现任丈夫家暴，西珠忍无可忍，抓着家暴男1拳2拳3拳，家暴男就这样凉透透的。第2天，家暴男尸体被路人发现，引起围观，而基范也恰好路过，看到作案手法竟然和当年的自己如出一辙，难道是有人要嫁祸于他？这时他在人群中看到了西珠，但他体力不济，被西珠远远地甩开了。而西珠的目的已达到，剩下的留给警方去揣测。你想啊，基范出狱2天，救出了3条人命，很难不让人怀疑。但大英苦于没找到证据，只能让基范继续逍遥法外。另一边，杀死皮条客的大背头，他与基范也有过节，见借刀杀人不成，准备亲自动手。他来到基范所在的酒店，可基范警惕性超强，两人隔着门板较量，显然大背头不是他的对手。而大英的到来阻止了这场浩劫。另一边，西珠以为继父死了，母亲也能过上好日子，但等他推开房门，却只看到母亲冰冷的尸体。他想不开自杀了。西珠蹲下抠着手指，对着母亲的尸体说。西珠回到家后，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大背头的作案手法似乎与父亲的死也有关联。难道当年的惨案凶手不止一个？一个喜欢刺，一个喜欢砍。镜头转开，原来大背头与基范从小就认识，两人打小就暴力，常以猎狼为乐趣。不巧的是，两人爱上同一个女人。基范不能接受大背头给自己戴绿帽后，残忍杀害了女友。大背头痛不欲生，向警方举报了基范，这也是让基范入狱15年的原因。西珠有了这个猜想后，便到警局找到大背头的资料，并确认了自己的猜测。没错，大背头也是凶手之一。这天，大背头回到家，发现家中的灯突然不亮了，他准备往里拿蜡烛，却发现家中摆满了被打碎的啤酒瓶。此时，灯突然亮起，对面静坐着一个女孩西珠。西珠随即将电线扔向大背头，大背头就这样被电死。西珠随即将尸体转移到基范的房间，并趁机偷袭基范，伪造成基范再次变态杀人的场景。本想着警察赶到时抓个现行，
自己回到家也开心的美美的化着妆，参加期待已久的音乐会。但没想到，姬范在警方赶到前就已逃离现场，并伪装着受害者从救护车上逃了出去。接着联系媒体，主张自己无罪。大英很是无奈，想要抓他，但苦于无证据。西珠安慰大英，并说出全剧最经典的台词： 악이 승리하기 위한 조건은 단 한 가지 같아요. 그게 뭔데? 선한 사람들이 아무것도 하지 않는 거? 西珠真是恨啊，都把人给你安排好了，你们还能这样让其跑了？姬范来到大北头家，回想着事情的始末，自己想杀的人却被别人杀了，还嫁祸给自己，到底是谁呢？他回想着这几天的受害者中，那个家暴男的妻子正是他们杀害的班长的前妻，他们正好有个女儿，正是他们在警局遇到的西珠。这么一想，所有的事情就被说通了。姬范来到警局，假冒警察，套出西珠的地址，而家中的西珠也正等着姬范，因为他相信知道真相的姬范一定会找他报仇。果然，姬范出现了，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，正面交锋。但这只是西珠计划里的第一步，他的目的就是要通知大英赶去指定地点。他联系完大英，停在公园荡着秋千，他告诉姬范，自己现在的样子都是拜他所赐。说完便把狗链拴在了脖子上，而姬范正好就在旁边。对西珠而言，姬范被法律判处死刑才是真正给父亲报了仇，所以他牺牲自己，也要让姬范背上了杀人罪，而前面死去的那些人也要由姬范背锅。姬范没想到，竟然有人比他还狠。等他反应过来，大英已经带着警察包围了他。15年后，姬范又站在审判席上，这次他果真被判了死刑。西珠死后，大英第一次来到他的房间，看到满屋的计划，他才知道这个善良女孩背后的另一面。大英此刻也终于明白西珠说的那句话：邪恶能胜利的唯一理由，就是善良的人无所作为。以上就是韩国电影《等着你》的故事内容。虽然剧情有不少漏洞，但胜在演技高能，饰演西珠的沈恩京实在太出彩了。